潘心，3年已到，签了这份离婚协议，你走吧。唉，免费饭票快到期了，还真有点舍不得。这300万的赡养费我可以不要，时间一到，我净身出户。我只要我们结婚的时候，奶奶亲手给你戴上的那块玉佩。他这么爱钱，居然不要赡养费？言之哥哥，那只钻石胸针是你找珠宝大师给我做的高定，要不是他拿的，他哪来那么多钱去买高奢名牌？你看到我那只海鸥铂金机械手表了吗？没有，先生，你的房间一直是潘小姐收拾的，我已经有1年多没有进去。我知道那是你的贴身之物，可是那是我奶奶生前给你奶奶的，所以我必须拿回来。这块玉拿出去能卖个好价钱吧？之前你和言之哥哥契约结婚，霸占了他3年，也该还给我了。只要你在离婚协议上签字，之前你偷我胸针的事情就散了。薇薇，这什么破玩意儿？这是什么？不，我怎么长了个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一定是在做梦。哎，言之哥哥，你没事吧？你刚刚叫我什么？言之我知道了，谢谢你啊。喂，言之哥哥，站住！掌掴渣男，这个力度可以。不干活你要去哪儿？不还想偷懒装病是吧？言之要是病了，担得起责吗？啊？不是我，你什么你？妈，我好着呢，只是刚刚摔的脸有点疼。这个潘心，伯母，别生气了。为了潘心这种贪慕虚荣的女人气坏身子，不值当。妹妹，没受凉吧？我和言之哥哥青梅竹马，我救过他的命。你要是识相，就快给我滚出顾家！言之哥哥只能是我的。哎呀！我只想关心你一下，你为什么要推我呀？我？你想造反是吧？你还敢欺负薇薇？你还愣着干什么呀？不是，你还不赶紧跟这个女人离婚呢？薇薇，你陷害我！你在说什么？明明是你推了我，为什么还要诬陷我呢？这是我认识的薇薇。薇薇，你怎么变成这样？妈，我走开！我早就跟你说过吧，这个女人她就是个拜金女。当初她算计你，胁迫你，跟你结了婚。她呀，就是打着飞上枝头变凤凰的算盘的。我呸！就这样的女人，她根本就不配当你的妻子。言之哥哥，你们的离婚协议我已经帮你们准备好了，我这就去给你拿。哎，还是你贴心，只不过我现在还不想离婚。言之哥哥，难道不想娶我了吗？这就是男人看女人凶的视角。哼，风景真好。哎呀，讨厌！一朵白莲花，一个睁眼瞎，绝配。妈，我和他是有契约在身的，等时间到了，我自然会签的。妈，我有分寸。别挡路！言之哥哥，潘心，看来你还真舍不得顾太太这个身份啊。你怎么看我那是你的事，我现在不签，有我的理由。你的事我不关心。下周
我要出席集团的董事会议。下周我也要去见一个高中同学。那个谁呀，潘心呀，奶奶想在做手术之前带你去顾家老宅上香啊，你准备一下。好嘞，奶奶，我准备好祭祖的贡品啊，就谢谢你。我答应过奶奶，不能让她知道奶奶的心脏病更严重。那怎么办？哎，不对，你还记得互换之前发生了什么吗？要不咱们再亲一下试试？潘心，收起你那些小心思。那你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吗？那试试。试试就试试。哎呀，怎么还没换回来啊？不是吧？那我下半辈子要一直做一个狗男人啊！潘心，注意你的言辞。哎呀，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不是的，奶奶，我们什么不是啊？我也不是那种不讲情理的老太婆，我就是想抱曾孙子。奶奶，我们会尽力的。好，那就好。对了，欣欣，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啊，准备好了，奶奶，我们两个一起准备的。哦，那行，那我呀，明天呢，我就带你回老家去祭祖，求那个祖宗啊，保佑你早点为我们顾家开枝散叶。待我寿宴的时候啊，我还要给你一个惊喜。哦，大孙子啊，加油！你刚刚干嘛打断我？怎么，你还想利用奶奶？2年前你就利用她逼迫我，不然你以为我会和你结婚吗？顾言之，你以为我愿意呀？要不是为了还债，我能答应这荒唐的契约吗？你在我眼里不过就是免费房东而已，你不愿意。像你这样爱慕虚荣的女人，我啊，爱慕虚荣。好，那麻烦你这个不爱慕虚荣的顾言之先生，麻烦你赶紧想想办法让我们换回来。我可不想下半辈子当男人。潘小姐，夫人找您。来了。妈，你找我？潘心，你可别忘了你跟我的约定。约定？什么约定？啊，当然不会了，怎么会忘？那你还不快去把颜值换的衣服洗了？我们顾家可不养闲人。妈，可我一会有事儿。妈，谁是你妈？谁给你的胆子敢这么跟我说话？别忘了当初自己说的话，用劳动力换取住在顾家的权利。时间一到，马上滚蛋！潘心还和妈有这样的约定？记住，不是你的东西就别动歪心思。像你这种只会在泥沟里打滚的贱人，配不上我们家颜值。你要是不懂事的话，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消失。不懂事的话，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消失。消失？怎么个消失法？他虽然没有生过我，但是这20年一直把我照顾得很好。怎么变成潘心之后，温婉恬静的微微变得凶神恶煞？你干嘛？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是在水池边互换的，走，去试试。哎呀，我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婆婆妈妈扭扭捏捏合适吗？和上次一样，一会儿我快数到3的时候，我就推你，然后你快掉下去的时候，我再拉你一把。可是，儿子，我的儿子，谁也别想抢走我的儿子！哎呀，顾言之，你别磨磨唧唧行吗？我可不想一辈子一直住在一个臭男人身体里。准备好了吗？来，3、2、1。顾言之，我还没说完呢。顾言之，你醒醒！顾言之，
顾言之，你没事吧？言之哥哥，言之哥哥，你快醒醒，你没事吧？微微，愣着干嘛？还要把衣服脱了？这个方法没用。等会儿我叫文不知过来，你先去洗澡。我们现在的身体怎么洗？顾言之，你该不会是不洗澡吧？你闭嘴！我洗澡了。你说什么？顾言之，你已经洗澡了？啊！顾言之，我杀了你！放开我！顾言之，你有脸葵花宝典就直说。这个华月的李总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这次老太太的寿宴，把她招待好。不就是个娱乐集团的老总吗？哼，我教过你多少次了，怎么还这么没眼力劲儿？我们永荣以后是有很多项目要跟他合作的，你在事业上要是能帮上言之，他起码也会对你高看一眼，懂吗？伯母家训的是，李墨白这个人呢，除了好色一点，无论是商业嗅觉还是眼光手段，还是有一套的。能和他成为战略合作伙伴，对永荣本身就是很大的帮助。好色一点。伯母放心，我一定亲自把请柬送到。嗯，你先忙。好，李总，感谢李总百忙之中抽时间过来。老太太的寿宴，我们做小辈的自然要来道谢，沾沾老寿星的喜气。李总和这位女士先请，里面准备了茶点和酒水，今天事多，招呼不周啊。安小姐这架势，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这顾家的女主人呢。哪有，我只是帮伯母的忙而已。这个顾家真有意思，娶个媳妇儿都草率，也不知道谁家的姑娘连个名正都不有。来这边请。李总，我先失陪一下。安小姐，你先忙。我穿这个真好看。言之哥哥，今晚的开场华尔兹，微微陪你跳好不好？薇薇安说好就好了。别胡说。像这种场合，潘心你一辈子也没见过几次吧？这都宴会礼仪吗？还是你想言之哥哥跟你一起出丑？言之哥哥，既然你答应了，姐姐应该也没意见吧？怎么总觉得后背发痒？欣欣，奶奶，哎呦，太登对了！奶奶，哎，这个正宫啊，就要有正宫的架势，你懂吗？今天呐，感谢诸位给我这个老婆子过寿，大家啊，是不是该喝是你吗，要潘心？激情啊？我贺长命百岁啊！来，长命百岁啊！怪不得我找遍整个海天都找不到你，原来你在这儿。欣欣啊，言之，我呢心脏不好，在我没有老糊涂的时候啊，我想把一些事情交代一下。我们顾氏的产业只能适合我们顾氏的子孙来继承，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肖想得到的。奶奶，我还没怀孕呢。现在没有怀上，以后就没有吗？反正永荣集团的第4代继承人就是你们2个人的孩子，知道吗？这可怎么办呀？我们身体……我不知道，走一步看一步吧。我去个洗手间。我陪你去。薇薇安，还是你上前。薇薇安，你又要干什么？你放开！你什么语气？我们走。
这个顾衍之整天就知道泡茶。你怎么来了？姐姐，之前都是我的不对，我就是太爱颜值哥哥了，我真的害怕你抢走我的颜值哥哥，你能原谅我吗？微微，我说过，我会照顾你的。安心怕是脑子坏掉了吧？哼，不过，潘心，哥们儿，你也上厕所呀？不，你也站着上厕所？潘心，潘心，潘心，你不记得我了？我们俩认识？你忘了吗？5年前皇马娱乐后门的巷子里。哦，什么皇马娱乐？我还斑马会所呢。不记得了。你怎么可以忘记我？这位先生，麻烦你放开我，我是顾言之的妻子。你什么时候嫁给顾言之的？我什么时候嫁？他怎么去个厕所去这么久？该不是……我说了，你放开我！潘心，你个荡妇，竟然在奶奶的寿宴上勾引别的男人！李总，这是你的新欢吗？这位小姐，请问你是华悦新签约的艺人吗？李总，你和林大小姐分手是因为这位美女的插足吗？保安们干什么吃的？怎么把他们放进来了？不是你们看到的这样。微微，快替我澄清啊！澄清？澄清什么啊？微微，你怎么这样啊？安心，我知道你对荔枝过敏，这局是我做的，狗仔也是我找的。哎呀，姐姐，你都嫁给颜之了，为什么还要背叛他呀？潘心，你敢给我儿子戴绿帽子，偷人偷到顾家来了，我今天就要打死你！妈，不是这样的。原来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潘心的。拍什么拍？拍什么拍？还不给你滚！走。顾，潘心。哎，颜之哥哥，你来的正好，我刚刚好心带他来上厕所，没想到他竟然在和李总私会。你别往心里去，反正你和他也要离婚了，为这种女人生气不值得。你家要不是住在洞庭湖，都养不出你这么个碧螺春。给我让开！奶奶，闭嘴！潘心，太让我失望了。薇薇已经告诉我了，你和华悦的李总以前就认识。倒是老太婆，我之前棒打鸳鸯了。你忘了吗？5年前皇马娱乐后门的巷子里，难道他们是真的？潘心，你既然嫁给了颜之，你就该和李总彻底了断。你倒好，居然脚踏2只船。你走吧。奶奶不是这样的，这其中一定有误会。不是奶奶。换回来了，换回来了。薇薇安，颜之哥哥，他俩都搂在一起了，我可是亲眼看见的。站住！奶奶，在场这么多双眼睛都看见了，你还信他？眼见不一定为实。您看他现在身上，什么？想带我走，我浑身痒。颜之哥，你就是故意的。够了。颜之，你怎么这么对薇薇呀？潘心做了这么不要脸的事，你居然还护着她！母亲大人，你看看潘心已经多难受了，难道你要闹出人命吗？不就是个过敏吗？至于这么矫情？他最好只是过敏。颜之，潘心，给我等着！他没事吧？
顾言之，你玩的挺花呀。这种网上乱七八糟的听话水，能白给人家瞎用吗？他不是过敏吗？你最好查清楚了，这不只是过敏才有的症状。这种在刑法典上蹦迪的事儿，我看很行啊。今天辛苦你了。我呀，只是个小诊所的医生，只要你别玩那种雷雨交加啊，连命都能够把我催过来，就为了给你开这个小情人，还来晚了，伤口就痊愈了那种。哎，那我是不是还要配合你表演一下治不好就陪葬的戏啊？那可不必啊。滚！哎，用完就得，绝情。好像对你一无所知。小姨，别叫我小姨，安家的女人就没你这么蠢的。伯母，不是这样的，我你相信我。就没瞎，你能不能带点脑子啊？你惹谁不好？栽赃拍戏，干嘛扯上李莫白当枪使？李莫白花花公子的名声在外，还行跟他不清不楚的，更容易让人信服。闭嘴！这件事情如果闹大了，顾家和李家的合作就全都完了，你担得起吗你？伯母，言之明明喜欢的是我，他信那个贱人就是故意的，本来就贪慕虚荣，阴险狡诈。伯母，你不要被他骗了。行了，烦得很，先回去吧。好。听见了？好了，以后不许再胡闹了啊！我知道。那个顾言之聪明得很，没事啊，少在他眼前晃。我有分寸。哼。哎，我们换回来了。顾言之，走。去哪儿？去民政局啊，离婚办理窗口，盖一个章，一个人一个本。我净身出户，不过你先得把你的玉佩给我。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跟我离婚，去投入那个李莫白的怀抱？我们那个时候不就是因为奶奶身体不好，所以才搭伙过日子。而且你那么喜欢那个薇薇安，肯定会嫁入你们顾家。我这个人呢，识大体，讲道理，事儿少，还便宜。你管我吃住，我做你的顾太太。这3年之期马上就还剩2个月了，要不咱们就此散了吧？哦，还有啊，我可不认识什么李莫白。你之前不是一直很享受顾太太这个身份？还有，谁告诉你我喜欢薇薇？顾言之，我在你顾家这2年没花你们1分钱，以后我们各自安好不行吗？1周后有大会，保险起见，你先在我身边老实待着。万一再出点什么问题，要换身份可麻烦了。先起来。我们是合法夫妻，合约夫妻，卖艺不卖身。你，哼，不知羞耻！全身上下就嘴最硬。这个是顾总接下来的会议安排。肖特助，你逗我玩呢？这是顾总安排的，他说你对公司业务不熟，所以只能做些简单的。我对公司业务不熟悉，也好，我也轻松。记得工资微信转我。好。1分不差。顾总，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的方式似乎不太合理吧？你今天话很多。接下来的行程安排是，一会儿有一个项目的会议，下午呢，耀星的陈总要过来拜访你，而且晚上
还有2个酒局。商务局如果不是很重要的话，帮我推掉。另外，你抽空去查一下潘欣的过往。好吧。我什么时候觉得潘欣很讨厌了？这个姑娘和螳螂有关系？这个姑娘和螳螂有关系？这资料是很一般呀。除了在背地里帮人做珠宝设计领域的枪手，完全和螳螂沾不上边啊。怪不得那次之后，我就找不到他了。哪次啊？我解决完地下赌场的事情，重新回到李家，没想到却被最亲的人阴了一把。他恰好路过，帮我。啊，原来是几年前你跟疯了似的，让我帮你找一个姑娘，就是她。哎，这美女救英雄，确实应该以身相许啊。不过头儿，她现在已经结婚了，咱不能做小三破坏人家家庭啊。现在这个社会，结婚还会离婚。薇薇，带头在公司背后嚼我舌根，挺下作的。潘欣，我只是过来接杯水，你怎么这么说我？哎呀，潘助理，对不起，你没事吧？别在这里假惺惺。哼，对，我就是假惺惺，就是故意让你人设崩塌。潘助理，我好心服你，你为什么要推我？就是他呀，长得也不咋地。安部长最烦关系户，他居然这样对安部长，人家空降自然有背景，小声点。公司的果然是非多。小月，哎，在哪？我让你查的资料呢？资料潘欣的过往啊，那个文不知下午会送过来。哎，这姑娘真不错，一边勤工俭学，外加做枪手赚钱还外债。3年前呢，她奶奶把孙女托付给老太太，后面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姑太太刚进门没1个月，她奶奶就去世了，就连料理后事的钱，都是卖了你随意给她的那枚婚戒后安置的。而且什么？而且老太太出国旅游的那半年，你后妈没少欺负她。你们家2楼的那些卫生啊，都是潘欣一个人打扫，包括你的饮食起居。失策了吧？2个女人天天在你耳边说人家不好，就真以为她是那样的人了？抽个空道个歉，别老戴有色眼镜去看待人家。伯母，你要是能帮颜值哥哥拿下这个项目，颜值哥哥一定会对我刮目相看的。你不是有个经常帮你画设计图的枪手吗？不能让伯母知道，给我供稿的人就是潘欣。他最近好像不做这行业了。那你就换一个呗。可是风格这种东西，突然换人会被人看出来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你就加钱，我不信他还能拒绝你。对，潘欣那么爱钱，加钱他一定愿意。不好意思，我不接稿了。公司最近在征集格莫拉新品的项目组设计，你要是闲的话，可以去投稿试试。我内部投稿？我之前说过，你可以挂名成特约设计。你说的？别让我失望。走着瞧。唉，不想画了，怎么办？哎，算了，全当练手。贱人，关键时候掉链子。这些年一直用画稿拖着他，不让他接近颜值。安部长，这人真不错。
资料给我。你不仁，就休怪我不义了。萧特哲，安部长，谢谢。你在看什么呀？是潘助理新做的2025格莫拉珠宝新品设计图。喂，潘助理。老邵，我不想搭理顾延迟，麻烦你去开元酒店接一下他，他喝多了。哦，好，那我马上过去。是有什么事儿吗？顾总今天在酒局上陪客户喝多了，我过去一下。啊，行，你先忙，我也有事儿。好。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筛选出的5版样式。安部长，还是老规矩，你们一组先来。这次有个例外，还是让潘小姐先来介绍一下自己的创作阐述吧。毕竟作为一个新人，作品深得顾总青睐，总有她的独到之处吧。最起码要让被毙掉的其他同仁们信服，不是吗？我的作品是3号系列，为你而生，为你而来，一直是格莫拉这一珠宝品牌的中心理念。所以我的设计理念是，浪漫的不是夏天，而是有你的夏天。以大自然的气息融入到珠宝设计当中，寻找那条传说中75米的鲸。编号01系列，传统4件套，戒指、耳环、手链，铂金材质，镶嵌4种不同型号的水滴形蓝钻，切割工艺幅度在1.5:1至1.75:1之间。真不要脸！别说话，看得住。潘特助，我打断一下，你是不是搞错了？你是4号。肖助理，开什么玩笑呢？4号不是我的作品。见过抄袭的，没见过这么公然据为己有的。就是明目张胆的抢稿子，拿着薇薇安的稿子说是自己的，哪来的自信呢？各位，别这样，毕竟潘助理是顾总特招的。顾总，我相信你会给我一个公道的，对吗？薇薇，我的原稿只给了萧月。不是，你给我的就是4号啊。顾总，如果你非要说安部长的作品是潘特助的，恐怕难以服众吧？就是，你们够了！当这是菜市场了。潘鑫，这里是定稿会，你的设计稿是我和萧月。原来有容文创给人定罪是不需要证据的。格莫拉这个珠宝品牌是你一手创造的，以破茧而生之力与成蝶。你们继续，我不打扰了。一群被人骗的废物！走。自己踢石头买了脚，还怪路不平，路多冤枉。李总，你怎么？这次真的是路过。哪有那么巧的路过？你忍着点，我给你顺一下。只是买了一下，给你顺回来，回去冰敷一下。要不，我送你回家。不好意思。喂，潘助理，你人呢？公司附近的公园。你奶奶，你快回来吧，现在是上班时间。我不干了。你还想不想要公司了？李总，谢谢你啊，我要先去找周扒皮了。要不要考虑下换个老公？我也不错。李总，说归说，
闹归闹，你别拿我开玩笑。我认真的。你为什么要说那句话？因为你瞎。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多刺？顾言之，萧月是你的人吧？麻烦你在怀疑我之前，先给我一个解释，为什么我的画稿被调包了？潘西，这是做人最基本的人格问题，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你也说了，是我的就是我的，我也是不争气，居然还对你抱有一丝希望。助理月薪4500，一天150，一共12天，1800，记得转给我微信。不让你走了吗？顾言之，我怀念那些我们没有交集的夫妻日子。老顾，什么情况？吵架了？竟敢跟我甩脸！这原稿盘从他手里到我给你看，只有3个人接触过。你有没有想过是你家那边出现了问题？而且办公室的监控我已经查过了，8天前就坏了。他这段时间一直在家里赶稿，没接触其他人。珠宝领域抄袭是大忌，一个人不会平白无故的说别人的东西是自己的，所以啊，我觉得他们2个人当中肯定有一个人在说谎。说了等于没说。哎，这人都是你的了，你再看看电脑不就知道了吗？切，你的意思是叫我去他家里偷窥啊？什么叫我教你去他家里偷窥啊？多难听啊！哎，等等，不对劲儿啊！你们2个分房睡啊？老顾，你这到底行不行啊？你这老顾行不行？没大没小！哎，君子动口不动手，滚！看来是我错怪他了。你火急火燎的把我叫过来，就为了这个？是啊，不然呢？顾言之，你不是喜欢上他了吧？喜欢，好像还没到这种程度。那你现在是觉得愧疚呗？想弥补却无从下手。哎，这事儿你别找我啊，我比你更没心思，不讨女人喜欢。再说我们2个都是钢铁直男。你换个人问问。Hello， 老顾，今天你要是没应酬的话，那我就先下班了。哎，找他呗，他正在谈恋爱呀。啊？哎，等等，你说跟女孩道歉，什么方法最有效？嗨，你是霸道总裁啊，你就送那些贵的就行。说点正经的，别敷衍。那要是有什么节日的话，你可以送一些包包啊、香水啊、奢侈品一类的嘛，主打一个真诚。要是没有节日的话，得制造节日，比如什么认识100天之类的东西。他不喜欢这些。那你就想想他最想要什么，也没得到，这样不就行了吗？行吧，那你去调查一下他特别想要什么。好的，顾总。这是他奶奶的遗物，被他拿去当了还债。听说他一直在存钱，想赎回来。安心，你要是缺钱，你跟我说呀，那是我妈妈的遗物，你把它还给我好不好？你演给谁看呢？你怎么还不承认？赶快把东西还给薇薇！亲，这边建议您报警啊，毕竟这么贵重的东西，听说呀，价值超过3000块就可以立案。更何况是你这30万的古董项链。安心，别给脸不要脸！哎，我可求你别给我脸啊！把我送到监狱去，让我得到应有的惩罚，行了吧？小贱人，给你脸了是不是？自己不要脸不说，还要败坏我们顾家的名声。是我在败坏顾家的名声吗？小贱人，给我跪下！跪！妈。
颜之哥哥，你没事吧？你回来了，你可要为我做主啊！我没事儿，就是被打了2巴掌而已。妈，打人是不对的。我打他哪不对？他就是个贼，日防夜防，家贼难防。还信我告诉你，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把东西交出来，要不然我饶不了你。我说过了，如果我有罪，你让法律制裁我呀！有本事你们2个报警啊！你还敢！还有你家里丢了那些珠宝首饰，是之前阿姨偷拿的，不是潘心。微微，丢了东西你再好好找找，不要丢了东西冤枉潘心。我补妆就放在2楼的洗手台上了，只有潘心他去过。你再好好找找。你干什么，熊薇薇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对他好点，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他还能骗你吗？那就报警。颜之哥哥，就一条项链而已，我丢得起，但是潘心他人品有问题，绝对不能再让他在顾家待下去。是啊，人品有问题，在这里确实碍眼。薇薇，是你自己走，还是我让管家请你出去？颜之哥哥，你说什么？是啊，颜之，你说什么？这偷东西的人明明是他！你亲眼所见。颜之哥哥，他偷拿家里的饰品变卖，偷我的画稿，偷拿我的项链，他已经是个惯犯了，大家都知道。你不提画稿的事还好，请你出去。如果你再肆意抹黑我的妻子，那我就给你一桩桩、一件件慢慢算。颜之哥哥，我做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你答应过我妈妈会好好照顾我，我怎么可能会害你呢？好了，颜之，不管怎么说，薇薇都是你的救命恩人，你怎么能这么对人家呢？救过我的命和冤枉潘心不能相提并论。好，那你说，除了他，见钱眼开，还能是谁？是他见钱眼开，所以就应该是他，理所当然是他。妈，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妈，你太让我失望了。颜之，妈妈不是要打你的，疼的。这就是你的本性吧，江兰。你叫我什么？你为了这么个女人，直呼我名字，我是你妈。我们走。颜之，伯母，太太，伯母。顾颜之，你想给你留点余地的，这都是你逼我的。很好笑啊。我是笑你也有被打的一天。潘心，你是傻的吗？你还有空八卦？明明是被污蔑，你怎么不反抗不辩解？你觉得反抗辩解有用吗？你不知道躲一下吗？我要是不逆来顺受一些，怎么凸显他们的盛气凌人？你真这么想的？挨个巴掌罚下跪，事情就过去了。毕竟你一直拿的这个盒子是给我的，打开看看。是不是？萧月说，你一直想赎回这个镯子。我本来想干完你这票，去接点枪手，干点脏活，再赎回来的。还想干完我这一票？我这一票每年都会推出主打系列，未来5年你都得给我花。周扒皮，给钱就行。系好安全带。啊？带你去一个地方。顾言之。哦，可能是萧月会错意了。啊，我看你这样，我还以为你要跟我求婚呢。求婚？老夫老妻的，我只是想把婚戒补一下，之前那个太敷衍了，都怪萧月。可是我们还有2个月就要离婚了。离婚？嗯。之前的事是我对不起你，你嫁给我之后，我没替奶奶好好照顾好你。你干嘛突然这样？潘心，原话的事是我不该错怪你，所以我现在给你道歉。只是道歉？
顾言之，你凭什么配得上他？哎呦呦呦，这天上是下刀子了呀！我竟然看到顾言之在求婚。李总，这里不是被我包场了吗？哎，有没有一种可能，我是这里的老板呢？潘鑫，好久不见。李总，顾总，什么时候和令夫人离婚啊？李总的花边新闻3天2头的上娱乐头条还不够，还想上社会新闻吗？顾言之，我是什么性子的人你最清楚，你和潘鑫之间的关系我也清楚，是男人就要有契约精神。当年要是让我早点遇到潘鑫，今天也就没你什么事儿。现在也没你什么事儿。哎，别这么早下结论，还不一定。李莫白，潘鑫，你看到没有？这人有家暴倾向，我跟你说的话还是要考虑考虑的。李莫白，哎，打赢坐牢，打输住院，你这样跟我打？潘鑫，我真不知道你看上他哪一点。明明是我先遇到的你，我只不过就送你一把伞而已。就一把伞吗？顾言之，我知道你和潘鑫现在是法律上的夫妻，但我和你一样站在同一样的起跑线上。你说我跟你是同一起跑线？嗯。你在哪招惹的烂桃花？就算是烂桃花，那也不是你亲我的理由。上次是为了换回来，这次又为了什么？算我对你心动。我呸！你不要脸！是你的时候你不管不顾，有人和你抢你又不乐意，你到底把我当什么呀？顾言之，说好的3年我们就离婚。你真的想和我离婚？不然还是假的。你看上李莫白了？谁看上李莫白了？他那么轻浮，我才不稀罕。你的意思是我不轻浮，你稀罕吗？顾言之，能不能正经点？潘鑫，我有点喜欢你。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什么叫有点喜欢？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问我，我问谁去？这也太玄幻了吧！明天呢，茉莉要过来谈珠宝设计首饰的事情。她在国外买了一颗顶级绿钻，希望委托我们来帮她完成切割设计。她很看重薇薇安的设计理念。唉，这都不是重点。我脸上有什么东西？既然没事，那我就先回去睡觉。回去？这里是你房间，回哪儿去？啊？睡觉？不是我们睡觉？怎么？你害怕什么？就算真有工具，你会用吗？顾言之，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个人这么……再不睡啊，我不介意用你的身体睡我的身体。你流氓！把睡衣换了。你先出去，我再换。干嘛呢？我
能干嘛？对我的身体老实点。都换过一次了，又不是没看过。干嘛？洗漱啊。你昨天晚上没穿内衣啊？睡觉不用脱内衣的吗？当然。所以你都看过了？我又不是闭着眼睛脱的。流氓！哎，我看你用我身体用的也挺适应的，我都没说你流氓，你还好意思说我？我和你能一样吗？好了，别闹了，赶紧洗漱，今天公司事多。哦。别说，风景还不错。顾总，我真是对你刮目相看呢。哪里，苏小姐很认可我们的提案，我也很开心，希望合作愉快。你们的设计师我很满意，无论是首饰的切割，还是整体的一个设计。那可是王了5个大爷的心血，你不满意，我就要哭鼻子了。苏小姐，我给您换点水。谢谢，不用了。对了，顾总，方便的话，一起吃个饭吧。啊，吃饭？这不合适吧？顾总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刚才的那副职场精英范儿呢，没想到你还这么反差萌呢。好了，我要先走了，我怕我走晚了，我忍不住要捏你了。再见。再见。再见。对了，姐妹，每天面对这么可爱的霸总，有没有觉得很幸福呢？小说作者都这么个性吗？顾总，你不会也看过苏小姐的纯爱小说吧？也？我是直的。我想打断一下二位，可以吗？肖助理，你很闲吗？你不对劲儿啊！你们两个是灵魂互换了吗？这潘小姐今天的态度很是吓人。不过老顾啊，顾总嘛，还是很平易近人的。对了，小月，你不是还要处理集团过来的文件吗？快去吧！哎呀，快去吧！好吧，什么情况？哎，等等，那个哎呀，不是，哎，你什么你我什么我，话都说不利索。糟了，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这茬？哪茬？哎，顾总，我刚想起来，今天晚上还有个会要开，但是不是我，你们先忙。这两口子玩的还挺花呀。顾总，还活着吗？我想死的心已经有100次。顾总，想开点，忍一忍就过去了。忍啊！顾总，别生气呀，生气容易肚子疼。我不生气，也疼。乖，听话呀，咱不生气。来，我给你揉揉。顾总，你该庆幸，3天就过去了。3天啊！潘心，是你逼我的。现在的狗仔是真没素材了。顾言之，我不介意再退一步。顾总早。早啊！早安，各位。早啊，顾总。看到没？恋爱中的顾总，人都和善了呢。你懂是吧？这叫爱情的滋润。你们快看公司的吐槽墙匿名帖，快看！哇塞，这么劲爆！昨天上热搜的真嫂子，今天就上吐槽墙。天，怪不得一个助理能接走安部长，原来是吹了枕边风啊！哎，来了，潘助理，以后请多多指教啊！哦，这刚爬完床就这么高冷了，这还不是顾太太呢，就摆谱。那以后
还得了啊！你什么时候学会阴阳怪气的？真不要脸，一边勾引顾总，一边霸占别人的劳动成果。就是，我看你除了勾引人，也没什么别的。都在干嘛呢？恢复工作。哎呀，你怎么还在这儿？跟我走。大小姐，你怎么还有闲心跟他们废话呀？我问你，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公布你们的婚事？肖特助，你什么时候也像那群女人一样八卦了？八卦？我哪有闲心八卦？不是，你还不知道啊？我该知道什么？你跟顾总约会的照片已经被人发到网上了，而且已经成了热搜了。最关键的，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咱们公司吐槽墙上有人秘密发布帖子，说你勾引顾总抄袭部长作品，全公司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了。你看，潘鑫呢？叫那个贱人出来见我！妈，你怎么来公司了？有人能看来，可不是嘛！贱货！你瞧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永荣旗下的子品牌公司格莫拉。你想把我儿子辛苦得来的业绩都给毁了，是不是？有话好好说，你怎么又打人呢？胭脂啊，你怎么还能包庇这个贱人啊？包庇？胭脂哥哥，我一心为了公司，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这么多年跟着你们有功劳又苦劳啊！就是啊，胭脂啊，你就为了这么个狐妹子，就这么对你的救命恩人吗？胭脂哥哥，是啊，顾总，安总带领我们一部推出了多少轻奢爆款？前年我们推出的孤独52赫兹金，更是创下了季度8000万的销量啊！是呀，孤独52赫兹星，我给的设计概念可是没这么肤浅没深度，照抄作业都不会，人才！薇薇安，你非要这么闹吗？有你说话的份，大呼小叫翻天了你！薇薇安，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胭脂哥哥，我这么帮你都是为了你好呀！为了我就可以把潘鑫的设计稿说成自己的？不是，我没有。薇薇安，网上那些图片也是你手笔吧？妈，我不知道他跟你说了什么，作品这种事情也能造假？安部长，画稿的事情，顾总已经够给你面子，没必要这个样子。潘鑫，你那个阳痿老公怎么回事？都上热搜了，还说你勾引自己的男人。赖赖，你在说什么？你还不知道啊？现在10几条信息关于你和你老公的事情都上网上了。是公司吐槽墙上的内容被放到网上了。这脏水泼得真好。什么叫我泼脏水？我什么都没有做，都是你潘鑫，都是你，害得胭脂哥哥被推到风口浪尖，闹这么大的动静。薇薇安，你很喜欢利用网络舆论是吗？是你自己名声差，连累人而已。有一句网络上的话，叫不作死就不会死。第一次用微博秀恩爱，真香啊！潘鑫，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要拿着胭脂哥哥的手机？给我！我用我自己男人的手机，有问题？对啊，我老婆拿着我的手机，有问题吗？他们结婚了。顾总不是单身吗？快看公司内部群，微博，快看微博，老大上大号了。本人已结婚2年零10个月，和老婆2人世界，怎么成了下属勾引上司？你没事吧？配图结婚证。胭脂哥哥，潘鑫这个贱人，居然拿着你的手机污蔑我。薇薇安，那你要报警啊！你做了什么事情，你心里没数吗？还要继续闹？胭脂哥哥，你居然不相信我？当年可是我救了你啊！你说过会和潘鑫离婚，和我结婚的。他确实说过会照顾你，但是什么时候说过会和你结婚了？胭脂哥哥，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把你的脏手从我男人身上拿开，麻烦你和有妇之夫保持点最基本的距离感。你以前确实救过我丈夫，所以我们没有把你抄袭的事情放到网上去，那是为了给你面子。你以为你是在诋毁我吗？你是在诋毁我们公司的名誉。
你考虑过这个事情的后果吗？看什么？现在是工作时间，家丑不可外扬。妈，你要是闲的话，就出去旅游，不要一天天的被拿着当枪使。你给我等着，我回去再收拾你。哎，妈，您放心吧，哎，颜值好着呢。好，我会照顾好他们小两口的。伯母，你再不出手，我都快要被颜值哥哥赶出永荣了。还有脸说？上次你捅那么大娄子，我费多大劲才把老太太哄好。哎，你是不是没长脑子啊？干什么事儿都偷鸡不成蚀把米。他俩天天腻在一起，我不是心急吗？急有什么用啊？看来不给他点教训，还真以为自己能上桌了。过来，下周招商会晚上庆功宴上。顾言之，你穿好没呀？顾言之，顾言之，衣服穿反了。这衣服难穿死了。唉，算了，我来帮你吧。首先，感谢我们战略合作伙伴代表莅临。不过，你这算是捡到宝了，看看这份儿，算是母仪天下。母仪天下，这个词用的不错。夸你2句还喘上了，搞得我都想谈恋爱。我啊，一定要找一个比你媳妇有才，比你媳妇可爱，气死！比我，媳妇有才？那这可不好找。不过我媳妇倒是有一个朋友，符合你的要求，但是怕你招架不住。招架不住？还有温少卿搞不定的。你们在聊什么？在聊母仪天下。顾太太，恭喜你，今天这杯可不能躲了哟，这杯可不能再躲了哟。李总，你是永荣的合作伙伴，请注意身份。夫人不胜酒力，这杯我陪你喝。一个插足别人爱情的男人，是不是有点恬不知耻？不是说好了晚点动手吗？现在过去找什么存在感？李总，你这是喝多了吗？李总，开玩笑也要有个度。没办法嘛，谁让你优秀嘛，我可等着你离婚呢。他要离婚啊？我刚听到了什么？顾总和顾太太要离婚？太好了，李总，和你商量个事儿，你追顾太太，我追顾总，我们逐个击破。苏小姐，我觉得不错。贵圈现在都这么玩是吗？我们可不想再上头条了。李总，苏小姐，收了神通吧。顾总，今天怎么服软了这是？顾言之，生意归生意，你要是不爱他了，就赶紧放了他。我和他之间有你这辈子都得不到的羁绊。羁绊？我和你有什么羁绊？你没事吧？你说人间这么苦，为什么那些人还要拼命的活着？安排好了吗？我有让你失望过吗？从未。顾太太，酒水需要吗？谢谢。是他。潘小姐，你的设计我非常满意。谢谢苏小姐。Whisky 不是香槟吗？接下来就等顾总和李总影视项目的推进了。计划已经提上日程了，还是由苏老板主头。你们年轻人有想法很好，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别的帮不上，需要钱的时候就直说，多少我都投。干杯。
你还当你是顾言之啊？啊，我说你酒量怎么那么差？我喝几杯就这样。我又不是你，把白酒当水喝。哎，小心！你去酒店给我开间房，扛不住了。哎，潘鑫，你还好吗？还活着。死要面子活受罪。哎，顾总。西星酒量差，我这边还有几个资方，你先带他去酒店，我一会儿过来。哎，叫你的人都给我机灵点。哟，李总，顾夫人。哎呦，叫什么顾夫人，多生疏啊！李总能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永荣的庆功宴，感激还来不及呢。哪里的话？哦，对了，接待处给你安排的住所我不满意，我自作主张给你在柜台升级了房型，到时候去办下手续就行。顾夫人有心了。哪里，我是东道主嘛。顾太太，我去让酒店给您准备一下醒酒汤。记得别放糖，放盐。好，怪不得是两口子，醒酒汤的爱好都一样。对了，小远，你现在去找一下顾言之，给他等桃花。好，那您这边没问题吧？我没事儿，睡一会儿就好了。在一起生活久了，连醉酒的姿态都一样。行。今天海天市的温度是不是有点高啊？确实，最近秋老虎是挺热的。房卡给我吧。哎，122客房。我去冲个凉再回来，浑身湿哒哒的，难受。有人问我，先帮我拖一下。好的。我是东道主吗？真有意思。既然有人做局，那要是我不演一下，岂不是对不起那做局的人？小杜，去开下空调。真把这当自己家了。林慕白，你醒了？你要干什么？夜黑风高，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说我要做什么？林慕白，把你的脏手从我身上拿开！脏？你说我这双手脏？阿信，在我最肮脏的时候，你都愿意抱着我，你现在怎么不让我碰了呢？阿信，你怎么可以忘记我呢？哎，我打120。喂，你好，120。哎，你好，我现在在天海市半山腰这个位置，有个人悬崖上摔下来了，需要救护车。我现在不敢动他，他浑身是血。水。水。没事吧？还有人吗？我们在这儿呢。阿信，我发了疯一样的找你，等我处理完家里的事，你就已经成了顾太太，你知道吗？当我知道你和顾言之是假结婚的时候，你知道吗，潘信？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林慕白，你也说了，我是你救命恩人，你总不至于趁人之危吧？你错了，我李墨白向来就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对于你，乘人之危又如何？既然你无法像我一样爱你爱到极致，那你就恨我恨到极致。顾言之是身体可以啊，白的红的轮番上都没上，大写的福。老顾，要我说你这房间都开好了，回去干嘛呀？我呀，感觉你这个人就不是很浪漫，也不知道你是怎么追到潘小姐的。哎，盖被子纯聊天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行了，房卡给我，我自己带潘心回去。你也早点休息吧。好。放开我，李梦白，你放开我！有人做局，配合一下。就算是有人做局，你也不至于。放开！我怎么可能放开你？我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我恨不得把你揉碎了，和我的身体融为一体，让我们成为完完全全的一个人。李慕白，你疯了！我确实疯了，我确实是疯了。找不到你的时候我就疯了，嫁给顾言之的时候我就疯了，我等不了了。李慕白，逃走！下手真狠。顾言之，你没事吧？要不我去叫文不知过来。潘心，我应该又被下药了。你扶我去浴室。好。哎啊！没想到你变成我之后，还挺有绅士风度的嘛。你干嘛？我们结婚了。那是假的。现在是真的了。潘心呢？什么潘心？顾夫人，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你把潘心那个贱人藏哪儿了？顾夫人，你就任由他像一条疯狗一样在我这里胡闹？李总，话可不能这么说，大家可都是明白人。别看了，你要找的人没在我这。潘心他明明什么？明明该在我这的，对吗？有容怎么会有你这种脑子的人管理一个部门？顾夫人，如果没事的话，别打我睡觉。不好意思啊，是我们唐突了。走，吴母，闭嘴！你嫌不够丢人。要是被他睡，你也不吃亏。这2年多，我和顾言之交集不多，但他的心思基本都在永荣里。这已第3回了，你这助理怎么当的？我也是防不胜防啊。里面躺着的那个人，现在在别人眼里是个金龟婿。再说了，你以后多长点心吧，别有事没事被人下药。那我要吃了，对身体不好。年轻多金，事业有成，不沾桃色。顾言之，你这样的人，我高攀不起。喂，老肖，你到底行不行？催什么催？催魂呢你！搞定。老顾，下不为例啊！我可是金盆洗手很久呢。就你那3脚猫的技术，你还金盆洗手？哎，这黑个酒店监控黑这么久啊，说出去也不怕笑话。不是，文不知，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你少说2句吧。你们2个有完没完？要找出去找。怎么样？是薇薇安还是李墨白？都不是，都不是啊。但是，江兰，顾言之，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心软了啊。那有什么办法呢？养恩大于生。我弱弱的插一句啊，其实我觉得吧，潘心这姑娘真心挺不错的，
不过被你那后妈欺负成什么样了，还好这次没出什么无法挽回的事情。顾言之啊，有时候置之不理也是有罪。妈，这是离婚协议，给你准备好了。你今天必须和潘鑫签字。妈，3年了，薇薇都等了你3年了，你让我怎么跟薇薇的父母交代？妈，我确实说过我要照顾薇薇，但不代表我要娶她。你糊涂啊！薇薇哪一点配不上你？她可是你的救命恩人呐！你当初怎么跟人家母亲说的呀？就是因为她是我的救命恩人，就是因为我答应过她的母亲，我才没有对她放弃。妈，可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种事。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善良的人，我甚至以为是他钻你脚尖，是李慕白故意为之。可你怎么能为了薇薇做出这种事呢？那你把话说清楚，我做什么了？你做了什么？你心里不清楚吗？好啊，就算是我做了什么，我也是为了你好。你看你现在被那个狐狸精迷的，你连我都顶撞啊！我为了照顾你的感受，这么多年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我拿你当亲生儿子养，你对得起我吗？为了我就可以不顾姑娘的清白，凭什么？第一次。我去赶话稿。别的我都可以听你的，我和潘鑫之间的事不要再插手了。言之，保姆说你今天都没出门。你回来了？你在怕我？怎么会呢？你怎么今天回来这么早？昨晚，你先说。我会对昨晚的事负责的。不是吧？我不用你对我负责。哎呀，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不用对我负责的。如果昨晚是李墨白，你也是这副态度。不是，怎么生气了呢？脾气这么喜怒无常，是个人都怕他的呀。顾言之，你弄疼我了。回答我。怎么会一样呢？当然不一样啊。是你先动手的。哦，是吗？那你为什么会说出不用我负责这种话？你们女人的脑子，我真的是不理解。但是潘西，我告诉你，我不想离婚。我有那么讨厌吗？你看都不想看我。没有。你很好。那你在犹豫什么？顾言之这唱哪出啊？怎么突然换了个人一样？还是你吃干抹净，不想对我负责？说话呀！你平时不是挺能说的吗？你真的是顾言之？你在胡说什么？是不是要我帮你回忆一下昨天晚上发生的事？顾言之，要不你先冷静冷静。行，你是，行了。潘鑫，我发现你有毒。顾总，这好像不是什么好词。我好像对你上瘾了。顾言之，要不你先从我身上下去？不要。太太，你醒了吗？醒了。先生叫你下楼吃饭呢。吃饭？他这个点儿不早去公司了吗？太太，先生忙了一大早呢。
我当保姆5年，第一次知道先生居然会做饭。这么大一桌子，都是你做的？不然呢？都是先生做的，我连下手都没帮着打呢。哦，愣着干嘛？不饿呀？不是，妈还没下来呢。哦，夫人去旅游了。旅游？要不是先生孝顺呢，为夫人安排了为期1个月的旅游路线。哦，这会儿应该是快到机场了。苏小姐，你是啊？我们见过，顾家办的庆功宴上啊，你就是顾夫人介绍的薇薇安。你好，苏小姐，这是在写新番？是的呢，苏小姐真是个才女，写了那么多部热度超高的小说，过奖了，真有才。我还挺佩服顾先生的呢。本来以为他是个 ABC， 但没想到他对待不擅长的领域，愿意花时间去了解，所以他更优秀。颜值哥哥就是这样的人，做事很认真，又很有魅力。可惜什么？你是不知道，颜值哥哥大学时喜欢上一个女孩，但是那个女孩和一个富二代好上，绿了颜值哥哥，所以颜值哥哥的心思就没放在感情上。但是什么？你接着往下说呀。3年前，潘西心机接近奶奶，利用奶奶胁迫和颜值哥哥结婚。奶奶心脏不好，颜值哥哥又孝顺，就和潘心契约结婚。眼看3年之期要到了，潘心一计不成又是一计，故意给自己下药，设计制造成是李莫白的手段，来博取颜值哥哥同情，勾引颜值哥哥。可惜了，这么好的男人却被心机深重的女人算计。是的呀，潘心他就是个贱人，怎么可能配得上颜值哥哥？哪像苏小姐你有才华、有颜值、有实力，颜值哥哥这么优秀，他不配。抱歉，我还约了人，我先告辞了。潘信，我看你怎么和甩你几百条街的苏茉莉斗。真没脑子，当我苏茉莉是什么人？好一朵盛世白莲！我在写白莲花的时候，你还在看流星雨呢。顾总，您加油。还有这么多，您不签字，下面的人也不敢动啊。第一次觉得工作好无聊。这还是顾颜值吗？我摸摸，没发烧吧？滚一边去。好吧，网络公众号那边有一个娱乐八卦，你要不要听一听啊？没兴趣。要是关于顾太太的呢？说。就是上次你和顾太太上热搜的那件事，其实是娱乐帮工作室干的。我知道，那是薇薇安买的热搜。大哥，你不是傻吧？薇薇安买的热搜不是娱乐版。你是说，除了薇薇安，还有别的人参与？娱乐帮其实是华阅旗下的一家水军公司，它是一个专门制造娱乐话题热搜的一个部门。知道了。这才对嘛，这才是我见到顾颜之的一派作风。你很闲啊。好的，顾总，我现在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马上给你沏一杯美式咖啡。李莫白，见个面吧。顾总，这光天化日之下，你带我进这种人迹罕至的小树林儿，不合适吧？李莫白，海天不止你一家影视公司。没错，可是这华阅是最好，4大网播平台，它排第1。我今天约你来，不是来谈公事的。这可是你先提，我跟你好像也没有什么公事要谈。顾颜之，事不过此。这一拳是替我夫人打的，是吗？正好我还想替潘心好好揍你。顾颜之，
你去哪儿了？我一天都没看见你。啊，处理点私事。啊，别走！你怎么被人打了？没什么。不是，你堂堂永荣总裁，谁敢打你啊？这家伙怎么下手这么重啊？轻点儿！你俩加起来有5岁吗？会不会讲话？就因为这事儿，你就找人打架，幼不幼稚？可是那段时间的流言蜚语，让你很不开心。啊，疼。知道疼，还跑去找李墨白打架。我不想让你受委屈。李墨白是什么人呢？人家可是娱乐大亨，手上专门有这种团队，制造话题、炒热度，轻而易举。你的智商呢？和你有关的事，我的智商为负数。你从哪里学来的这套？你以前可不这样。所以，在你心里，我比他好，对不对？你说过的，我年少多金，事业有成，洁身自好，是不沾桃色。你就是我要沾的桃色。你犯规啊！犯规？你现在这个样子，特别像我高中画的一个拟人大总漫画。那我一定是你所有男主角中最特别的一个。他们活在你的笔下，我就活在你的面前。天哪，这也太会了吧！不行了，再这样我要沦陷了。我画稿子去。哎，海星，你别不管我呀，我的伤还疼着呢。好久不见呐，江小姐。已经有20多年没人这样叫过我了。是啊，我也很意外，想不到你做了顾廷琰的续弦。老苏，我们还是朋友吧？当然。那就好，合作愉快。人不错，有脑子，可惜始终脱离不了是个女人的事实，只会惯用女人那一套。换个方式，也不至于10几年永荣都没换姓。原来你画的这条鲨鱼就是顾总啊！所以去开车门忘记带车钥匙，回房间取钥匙呢又忘记换拖鞋，忘记换拖鞋就去了公司，我怎么没发现他这么糊涂啊？你们又在聊什么？你看看像不像？哎，越来越像了啊！哎，我突然间有点口渴，我先去喝杯水。还笑？不笑了。你要去哪？到点下班回家，拜拜。啊！顾言之又换了。哦，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需不需要给你们2位腾个地方？我还有事，先走了。啊！顾言之，你说我们以后一直这样吗？能不能不要用我的脸做这种表情？这第1次是接吻，第2次是摔倒，这一次又是撞在一起。所以说，我们尝试过那么多亲密接触都没办法。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一个必要条件是突发事件。然后呢？刻意制造的事情是不会达成条件的。啊，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人为的换回来。对，
啊，那怎么办呀？我可不想一直做男人。现在你是我，赶紧接电话。哦。喂，老顾，出事了。永荣的股权一直很稳定，怎么会突然变更董事？听说有人撬了董事会里的几个小股东，现在你已经不是永荣最大的持股人了。什么？顾二伯手里有15，你堂哥9，表姐7，奶奶握着25，加上你的24，剩下的19呢，分别在4个股东手里。老夫人倒是一直站着你，你二伯经过上一次的事，也退居幕后。顾家的人现在没理由背刺你。话不能说这么绝对，他家里人要是安分守己，这2年他也不用拼死拼活的连轴转了。我该怎么接话？顾言之，你倒是说句话呀！我想想顾言之会怎么说话。目前只通知了明天紧急股东会议吗？还有别的吗？不管他们是什么牛鬼蛇神，他在暗，我们在明，能一口气这么大手笔收购永荣这么多股权，白天是一个巴掌就数得过来。再说了，左右不过是1个晚上的事儿，明天不就见分晓了？你说的对，左右不过是1晚上的事，在暗地里搞事情，早晚会露出头。顾言之，不行的，你这就是赶驴子上架。冷静，韩信，相信自己，你可以的。可这是股东大会啊，万一要是说错了话，后果很严重的。别怕，有我在。各位股东，大家好啊！太刻意了，别做任何表情，少说话。哦，腰杆挺直。顾总，8点半了，人还没到。哼，看来他们还是记吃不记打呀。言之，表姐，表姐夫，谢谢。哎，言之，集团最近一直很稳，怎么股权突然变动了？只能说我们的好弟弟德不配位啊，嘉陵业被人偷了都不知道。顾言之，你说你到底行不行？你不行的话告诉哥哥，哥哥可不介意接受整个永荣。我行不行？你想试试吗？你，哎，行了行了，从小到大一见面就掐。哎，二伯他们怎么还没到？哦，我已经通知顾理事和其他股东了，但是都没接电话。好久不见，顾言之。自我介绍一下，蒋俊豪，目前永荣最大的持股人，正好法人律师都在。我是来通知你，从现在起，你被董事会罢免了。那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萧月，是永荣控股集团的法律顾问。在这里我有必要提醒一下，董事会的董事无权罢免与任聘。先生您好，我是永荣控股集团新任法律顾问，请在1周内完成与我的相关工作事宜交接。和你交接啊？你也配？我自己持股24%，加上第2股东持股25%，你就算拿走另外几个人的股份，你也成为不了最大的持股。哦，是吗？顾言之，你还不知道吧？你的24%。其中6个点被顾老太太以赠与的方式给了你的妻子以及她未来肚子里的孩子。顾老太太呢，又在你表姐怀孕的时候，将自己的3个点赠予了她肚子里的孩子。好巧不巧啊！啊，你的好姐夫为了填补自己捅出来的窟窿，把你表姐5%赠予了我，所以你现在还好意思说你是永荣最大的持股人吗？啊！你背着我做了什么？学长，听我解释，我都是被逼的。表姐夫，言之，是我，都是我不争气，我不应该为了尽快填补亏空，铤而走险，几乎越陷越深，只能转让原始股，稳住局势。宋婉君，你还有脸吗？
愣着干嘛？快叫救护车！先喝杯咖啡提提神。顾言之，表姐预产期也是这段时间，用我们女人的话说，就是提前卸货了，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前年顾三伯联合外人想做空永荣，你临危受命，力挽狂澜，把永荣拉回正轨，所以我相信这次你也不会被打倒。谢谢。顾言之，你说那个蒋俊豪和你以前是同学，我好像见过。见过。有点累了，那我们回去吧。宝贝，你在看什么呢？哦，没什么，走吧。你的意思是，蒋俊豪是江兰在外面包养的小白脸？哎呀，不是，我觉得他看他的那个眼神，不像是恋人，更像是家人。不可能！顾言之，你发小文不知是医生，是与不是，测一下不就知道了。你的意思是？我不方便，但你可以。萧月查到他经常去 AX 辛巴消遣，你可以过去守株待兔。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都什么年代了，还用这么老土的搭讪方式？之前没注意嘛。原来嫂子也是人间尤物。谁是你嫂子？也对，你和顾言之有名无实，不算嫂子。这你都知道？顾言之那块木头，家里藏着美娇妻，连看都不看一眼，真是没眼力见儿。那你有眼力见吗？嫂子希望我有眼力见儿吗？等你哦。够骚，我喜欢。拿到了吗？拿到了。身体是我的，我都愿意借给你去色诱蒋俊豪。也是我的。我是你的。身体和灵魂都是。送过去吧，打头发。还没休息？睡不着。顾言之，我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让你很难受，但我相信你一定都能处理好。你就这么信我？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好像不是凡人。你年轻有为，却从不滥情；事业有成，却从不自视清高，高人一等。你总有自己的做人准则和底线。好了，早点休息吧，睡饱了才有力气打坏人。不要离开我。好，不离开你。韩信，我说过，你有毒。顾言之，你冷静一点。该不会是想用我的身体？不可以吗？当然不可以。你不会用我的身体？那不一样。
成功了。所以你是故意的？是啊，我故意的。那我们换回来了。没错，我们换回来了。所以你找到可以让我们互换的办法了？啊，现在不可以。我说你脑子里一天天在想些什么呀？啊？我们灵魂互换的原因，可能和……先生太太，顾夫人回来了，在客厅等你们呢。知道了，这就下去。先去看看他打算整什么幺蛾子，回头再说。好。妈，好久不见，顾言之。张俊豪，顾家的地盘不是很欢迎。哼，还是这般高傲。你是怎么跟弟弟说话的？妈，我可不承认他是我哥哥。别张口闭口的喊哥哥，这里可没有你哥哥。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江兰，这才是你的真面目。没错，我养了你20年，整整20年，你是怎么对我的？就为这么个女人，你就可以连妈都不要了？是啊，江兰，我今年28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她和我同年。江兰，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失望啊，失望！你还有脸跟我提这2个字吗？江兰，你终于露出你的真面目。我真是蠢啊！我就不该把你从小养到大，你就是一只喂不熟的白眼狼。那我是不是该谢谢你的养育之恩？顾言之，你看看你现在跟条疯狗一样，真是可悲呀！闭嘴，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古人说得好啊，好吃不过饺子，是吧，嫂子？我丈夫刚才已经说了，不要乱认亲，所以不要叫我嫂子。像你这样的小弟，生下来就是二五仔，跟谁谁倒霉。这是谁呀？之前舔着脸赖在顾家，现在勾搭上顾言之了，连说话都变得有底气了。韩信，我还真是要谢谢你，要不是你把他勾得5迷3道的，我们还没有可乘之机呢。所以你就背地里勾结外人，来搅乱永荣。永荣本来就是我江家的。你确定这永荣姓蒋而不是姓顾？奶奶，我都知道了，我都知道了。死老婆子敢打我妈！这上辈的恩怨早就给清算得一清二楚了，我还没有死呢。有什么事啊，冲着我来，不要找小辈的麻烦。一清二楚。邹明慧，当年要不是因为你男人，我父亲怎么会死？他是罪有应得。你胡说！顾家都是阴险小人，永荣就是我们家的。妈，别跟他们生气，不知道。我们走。走？为什么要走？这是我们家，该管的是他们，是他们顾家鸠占鹊巢。奶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恩将仇报的狗东西，当年要不是我的丈夫，你们蒋家的祖坟早就被那个追债的人给扒下来了。你放屁！当年是你们把所有的罪责全部推到我父亲身上，让他一个人去抵债。叫保安去。江小姐，请吧。顾言之，我会一点一点将你所想的一切从你手中夺走。是吗？
我们走。哼！欣欣，欣欣呀，委屈你了。奶奶，我倒是没事，倒是你呀，身体怎么样了？哎呀，好多了。哎，言之，有负奶奶厚望，没能护好永荣。哎呀，我看你这个孩子，快起来！哎呀，我跟你说呀，那个人家是有心计的，你呢又是无心，这防不胜防。你呀，只要你和欣欣两个人互相扶持，就是白手起家，又何妨呢？是孙儿无能。言之啊，你要记住一句话：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只要你和欣欣啊好好的过，那比什么都强。当年呐，我也是陪着你爷爷的，3起3落呢。时间不早了，赶紧给我生一个曾孙子。奶奶，哎呦，不好意思啦。好。奶奶，哎，原来您在这儿啊，我到处找您。来，欣欣呀，画画呀，是不是累了？吃点这个补补脑子。哎，奶奶，您是不是连我也骗了？真是个细心的孩子，这点啊都让你给看出来了。欣欣呀，今后啊还要需要你给我好好的照顾言之。管家，你说实话，我奶奶到底怎么了？奶奶没事。怎么办？奶奶的身体肯定没有养好，言之又忙着和江兰他们周旋。欣欣，你真的要为奶奶好的话，你就听话。我就是想早点抱上曾孙子，奶奶就想看着你穿上婚纱。好。应酬结束了，在回来的路上。你要真为奶奶好啊，就听话。我想早点抱上孙子。潘欣，回来了。公司那边怎么样了？不是很稳定，但是股价稳住了。你先说。于是那边给你放了洗澡水。你干嘛这样看着我？潘欣，你第一次这样穿。你别看我。你穿成这样，不就是为了给我看吗？顾言之，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我的身体都被你用过无数次了，你说我是不是男人？你想干嘛？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岂有放过的道理？临时决定去蓝海市一趟，要照顾好自己，别熬夜赶稿。文创的事暂时由文不知在打理，有什么事找他。出差要照顾好自己。顾总，你想好了吗？你想重新掌控永荣，甚至是查到我这里，但归根结底，手里的股份不够。我手里有你最想要的东西，我的目的也很明确，在你手里资金不宽裕的情况下，这是最好的办法。顾言之和潘欣离婚，跟我结婚，我手里这3.5%的股份就是你的了。苏小姐，你明知道我心里只有潘欣。顾言之，你的心里有谁我不在乎，我只关心我的丈夫是顾言之，遇上我你也是够倒霉的。
哼，有意思。顾言之，为了我的自由，你委屈一下。自由？你想要自由也行啊，拿着这份协议去找顾言之，让他和你结婚。爸，你到底和永荣有什么仇？你要这样去摧毁顾家？摧毁？商场如战场，没有什么针对与打压后过不去，这不叫摧毁，这叫合力作弊。你还太年轻，记住，成大事者就不能太优柔寡断。可是你这种方式也太下作了吧！我花了这么多人力、物力、财力，把你培养成高知识分子，你就是这么用词的？要么回家老老实实的继承家业，要么等我拿下永荣，去追求你所谓的自由。你自己选。我知道了。安小姐，你怎么在这儿？苏小姐，不介意一起喝一杯吗？所以你被贪心用不正当手段赶出永荣文创，来海天市了。蓝胖子工作室是言之哥哥和他朋友开的，一开始我就在蓝胖子，这算发配边疆。苏小姐想跟言之哥哥结婚，我不是很想。苏小姐不用隐瞒，你和言之哥哥聊的我都听见了。安小姐的意思是，我可以帮你。帮？你打算怎么帮？放盐了吗？没放呢，老太太口味淡。不是说5点才到吗？太想你了，归心似箭。饭马上就好。我饿。马上就好了。啊？潘行，我说我饿。要不先吃点儿。喂。好。谁呀？我以前的一个甲方，我给他做了5年枪手，说是要离开蓝海市，约我一起吃个饭。不用，我到时候打车回去。你先忙你的。乔杰，乔杰！白青，你怎么了？雨墨白，我包被人抢了，他们往前面跑了。你上车，我帮你追他。白青，车可是你主动上我车的，你就不怕我再给你带去酒店？别闹！白青，你没事吧？没事，我就是摔了一跤。白青，白青，白青，你再坚持一下啊！你是怎么当老公的？连你老婆怀孕都不知道？我们尽力了，但是失血过多，孩子没有保住。你现在好好想想怎么哄你老婆，我怕她太难过，对身体不好。好，辛苦医生，谢谢。这里是医院。你醒了？你送我来的。身体有没有哪里不舒服？肚子有种说不出的痛。潘仙，你知不知道你怀孕了？怀孕？怀孕？
50多天。不可能！难道是那一次吗？这个孩子的父亲本应该是我的。李墨白，我们是不可能的。可是是我明明先遇到了你。缘分这种东西，谁也说不准。就是缘分这东西，谁也说不准。这孩子可能跟你缘浅，别太难过。你什么意思？失血过多，孩子没了。是啊，离家那几天，身体里装着的是顾言之。但我也可以是孩子的父亲。李慕白，看在我救了你2次的份上，能不能帮我个忙？你说。不要告诉顾言之我怀孕流产的事情，先送我回顾家。你喜欢上顾言之了？好，我送你。你自己可以吗？我可以。还有，谢谢你。等一下，把这个拿上吧，复诊的话用得上。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女孩。没有比你再好的女孩了。言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言之，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这一顿饭吃的挺久。哦，我正好在商场逛了一下，又看了个电影才回来。逛了一下商场，看了一场电影，真的？当然是真的了。那你为什么不接电话，不回信息？手机摔坏了。潘西，你撒谎不打草稿的吗？言之，弄疼我了。潘西，是不是你们女人都一个劲呀？太容易得到都不知道珍惜。你说什么？潘西，言之，不可以，今天不可以。潘西，我好不容易对你有改观，好不容易对你动了心，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给我戴绿帽子？你说什么呢？我是这样的人吗？你不是吗？那李墨白送你回家怎么解释？你就这么不信任我？你要我怎么信任你？你跟他一样的犯贱！先生，早饭做好了，要不吃点再走吧？不了，公司有事。他们是闹别扭。我吃饱了。啊，才吃这么少啊？最近胃口不好。哎，安小姐，你是来探望老太太？不是，我是来探望顾太太。听说你病了，我来看看。哎，那你们先聊，我去打扫房间了。你在胡说什么？安心，1周前你包被抢，我可是亲眼看着了。是你找人抢了我的包？对，我不仅安排人抢了你的包，还引李墨白过去撸玉你被抢。安心，你知道言之哥哥的秘密是什么吗？他最恶心在感情上对他不忠的女人。
潘心，你生气了，说明你在乎。可惜呀，一旦怀疑的种子埋下了，你和颜之哥哥就会出现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还有3天，你们的协议离婚时间就到了。你觉得顾言之会容忍你和李墨白走得那么近吗？啊？滚！这小文怎么还没有到呢？文先生过来也需要时间嘛。左奶奶，哎呦，你来了，快点快点，给我欣欣看一看。哎呀，奶奶，欣欣，你醒来了，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呀？来，手给我一下。不用了，我没事儿，就是贫血，气血不足。真的没事吗？真的，奶奶别担心了，你知道的，会有那么几天气血不足。行吧，那我给你开些补气血的药方。谢谢，辛苦你跑一趟了。那个小文啊，你啊去忙你的，颜之那边啊也需要一个帮手。等奶奶最后临门一脚，到时候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你们你不知道啊？奶奶，你没跟弟妹说啊？哎呦，我还以为颜之跟他说了呢。就算跟我说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奶奶啊，这段时间拿皮包公司在收购那个永荣的股权，等到那个时机成熟之后呢，就转交到你那个颜之名下。这就叫做呀，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他们之间一个眼神，一个理会，我像一个局外人，不知道怎么才能融进去，也没法跟他们一起面对啊。不过前段时间颜之出差去找那个持股人的份额，好像不是很顺利啊。那我告诉你啊，那3%的股份呐，很关键，一定要把它拿下来。奶奶，我想再睡一会儿。太太，你的快递。我的？一大早就送过来的，那你自己看。好。临时决定去蓝海市一趟，要照顾好自己，别熬夜赶稿。你这顾太太，我这顾总，我们逐个击破。他比我优秀，比我有实力，确实更适合你。什么事？颜之，我们谈谈吧。我要出门。顾颜之，离婚协议书我已经签了。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跟我离婚？是啊，我就这么迫不及待想跟你离婚。好，很好，潘心，你现在出息了。颜之，你放开我！怎么，在李墨白身上成团可以，我就不行？颜之，真的不行。你这个荡妇不是人尽可夫吗？现在摆出这副贞洁烈女的样子，装给谁看？哎呀，臭小子，赶快把欣欣给放下来！哎呦，欣欣呀，你也是，都怀孕了，怎么还瞒着我们啊？怀孕啊？你看看，2个多月了吧？你小子也是不节制，欣欣怀孕了。哎呀，你顾颜之！
我们顾家没有你这样的男人，你居然要和欣欣离婚！奶奶，不是，你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替他说情啊？奶奶，你没事吧？你呀，我们顾家的男人没有你这么薄情薄义的。欣欣啊，别害怕，奶奶呀给你撑腰，他就是我的孙子，我也不让他欺负你。奶奶，不是的，你听我解释。我不想听你解释，你赶快到南墙根给我跪着！哎呀，奶奶，你不要替他赎情了，这是我们顾家的家法，还不赶快去啊！奶奶，颜值都29了，再跪书房南墙不合适。他就是92了，只要我还活着，我的家法依然有效。奶奶，您别生气，我这就去。好了，奶奶，别生气了，我扶你回房间休息。欣欣呀，你也是，你怀孕的事也不跟我说一声。其实啊，奶奶早就盼着你给奶奶生一个曾孙子，你呀还答应过我的。好。她不是怀孕了吗？怎么还在用这个？还跪着呢，你是不是应该给我解释一下？没什么好解释的。报告单上说50多天，那就是那次。那你还在用？顾言之，孩子没了，我还在哮喘，你别吹风。韩信，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你知不知道奶奶有多期盼这个孩子？顾言之，放我走吧。走？走去哪儿？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离开我，甚至背着我把孩子打掉？对，我就是这么迫不及待想要离开你，我不想给你生孩子。好，好样的，韩信，你真够绝情。顾言之，放我走，这样的日子我受够了。韩信，你可真狠。对，我就是爱慕顾言之的钱，所以你把协议签了，想办法和我换回，我一定滚得远远的。你打的是你自己。我送你的礼物还满意吗？韩信，你是没张嘴吗？你可真够可以的。安心啊，安心啊，你让我帮你查的事全都查完了。事情怎么样了？这次顾家的事情，不只有江兰，连海天的苏家也出手，所以顾言之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对了，你身体怎么样了？别太难过，毕竟我们无法预知意外会什么时候来。你照顾好身体。如果你还想要孩子的话，别太撞到自己。另外，撞你那个人我查出来是谁。我已经知道是谁了。顾言之，顾言之也在你身边，你不是让我帮你瞒着他吗？原来我也是你们俩苦累的一环啊。顾言之，对他好点，不然的话，我随时可以带他走。韩信，你就这么不信我？我没有。顾言之，
是奶奶说的那最重要的3%必须拿下，在苏茉莉手。所以，我们离婚吧。你跟他结婚，可以保住永荣。我顾言之生意上的事情，不需要牺牲自己的幸福来换取。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小说看多了，以为这样就能帮到我？出了事情不说，还联合李墨白一起来瞒着我，以为退出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你就这么看清我们这段感情？不是的。还不是？潘鑫，你把我当什么了？我们的感情就这么经不起考验？你是不是傻？以后有我在，不要一个人擅自做任何决定，要记得和我商量。好。可是现在，我是你。你失去的一切，我会帮你要回来。苏总，这次俊豪能顺利接任永荣董事，还要多亏你的帮忙啊！永荣什么时候换董事长了？我怎么不知道？左明慧，我们手里现在有永荣50%的股份，你要是来祝贺，那我欢迎你；那你要是来捣乱，我只好叫保安了，把你们赶出去。不好意思啊，江女士，我现在持股48%，依旧是永荣最大持股人。顾先生不怕风大闪到舌头吗？你哪来的48？就在刚刚，我们已经全部做完了一个股份的转让手续，而且呢，我们还收购了王总手上2%的股份，所以现在顾总是永荣最大的持股人，持股48%。大家都是一家人，没必要搞得这么尴尬，是吧？我们仔细研究过苏总和蒋总的股权代理合同，苏总在合同里明确表示，苏总暗中收购的股权，蒋俊豪只有代理主权，没有所有权。有必要提醒你一句，你这么做下去，有可能会给别人做了嫁衣。头发长见识短的狗东西，妄想永荣改为姓蒋，确实是在与虎谋皮呀！到时候啊，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数钱。蒋女士啊，我只是个商人，草包始终是草包，怎么扶都扶不起来。不可能，你不过是别人操控的傀儡罢了，稍微懂点合同常识，也不至于如此。苏洪涛，你竟敢利用我！这不叫利用，这叫合作。既然你和你的儿子已经没用了，那我就不用遮遮掩掩。顾老夫人，我有永荣52%的股权，所以即便是你有48%，也没法撼动我的分量。苏总，您还是好好看看股权转让合同吧。您确定有52%吗？苏总，请过目。吃里扒外的东西，你爸，收手吧，多行不义必自毙。苏先生，你是想不正当融资、非法集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一派胡言！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带走。是你。苏小姐，这次的事情多谢你帮忙。他是我父亲，我不想看到他因为金钱利益越陷越深。现在这只还有回转余地，不然就不是坐2年牢这么简单了。苏小姐，还是你深明大义，这一点我自愧不如。我就不打扰了。你自己小心点那个女人，她曾经挑拨过我，针对你。多谢。言之哥哥，这些事我都没有参与，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呀。你发给潘鑫的照片呢？偷拍我跟苏茉莉去见面的照片。我只不过嫉妒他，只是为了气他而已，也没有给他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不是？言之哥哥，那我的孩子呢？你拍摄照潘鑫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她已经怀孕了？你还无辜吗？你这个杀人凶手！言之，你的话是什么意思？欣欣，薇薇，你到底把欣欣怎么样了？奶奶，半个月前我出事了，孩子
没了。奶奶，奶奶，奶奶，欣欣，哎呀，你来啦！欣欣啊，你为什么什么事情都自己扛着呀？哎，奶奶，我没事儿。还说没事儿？这么大的事情都瞒着我，我也是生过孩子的人，我能不知道吗？欣欣呐，你也不要太自责，我呢也不是那种不讲情理的老太太。你现在呀还年轻，好好养，和言之啊再要一个。事情都办完了。先留院观察，等稳定了再去国外。奶奶，你没事吧？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言之啊，你好像不是这样说话的。哎，奶奶，我帮你把床摇起来吧，这样你躺着也舒服。啊，好。欣欣，倒杯水喝吧。奶奶，我去吧。那你过来扶我一下。来，奶奶，温的直接喝吧。奶奶，温的直接喝吧。你不是潘心吧？你不是潘心吧？奶奶，你在胡说什么呀？他怎么不是欣欣？这言之也不会底气不足的跟我说话呀。奶奶，你是言之吧？奶奶，你都知道了。这骨子里的东西啊，别人怎么学都学不会的。言之呢，他也就是心虚，就像小孩犯了错误一样。说说吧，怎么回事？奶奶，是这样的，就是有一次，所以啊，简单来说就是这样的。对啊，我们到现在也只找到了一点点原因，就是每次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些突发事件就换了。哎呦，世界真大，无奇不有。是啊，我们也尝试过很多办法，但是至今找不到原因。哎，我想起了这个，跟那个电视剧一样，他们啊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就是身上啊附着什么东西。那你们也是这样，有可能啊也是附了什么东西引发的诱因。不可能，奶奶，这种科学都没办法解释的事情，怎么可能会像电视剧一样？难道是这个？你也有一块？巧了，对了，这块呀是那个欣欣奶奶呀，当时救我的时候啊，拿来砸坏人的那块原石雕刻的对配。奶奶，没用的，我们试过了，这两块玉石合在一起，什么都不会发生。哎呀，这也巧啊，当年啊，就是你奶奶啊顺手捡的一块石头，后来呢，没想到是块玉料啊，要不是这块石头啊，我就早就被那个酒鬼啊带到林子里给强暴了。哎。也不知道是什么坑里出来的，几个师傅都说太硬了，不好雕刻。你看看，结实吧？哎，碎掉了。奶奶，别敲了，就是这个玉佩的问题。你是言之？对啊，我们每次互换，其实就是两块坠子撞在了一起。哎呦，现在碎了，要不我再敲一次？不要！不要！没有，
所以就是说碎了就没作用了。我就说嘛，这就跟电视剧一样。那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莫名其妙灵魂互换了。你叫她呀也做做女人，让她呀生个孩子，这样啊你也少遭点罪了。奶奶，我认识的你不是这么愿意善罢甘休的性子。成王败寇，不都是这样吗？这套说辞你也信？先让他们高兴几天，既然要走，也要送他们一份大礼，不是吗？我只要潘心不好过，其他的你随意了。那不简单。给你订的西装到了，我去买奶奶爱吃的一口酥。没事儿，走几步就到了。那你让萧月来接我就行，拜拜。老顾，你和潘西说的那个地方在哪儿啊？这大冬天的，我在外面等了2个多小时，人都没见到。什么？他在商场北门对面的咖啡馆？怎么可能呢？电话也没接，人我也没找到。蒋俊豪，顾言之啊，我好想知道，在你心里谁最重要？蒋俊豪，到底在发什么疯？你把欣欣怎么了？你确定我只是把她怎么了吗？你在哪儿？在蒋家当年出事的那个工地，想救她，你只能一个人来。喂，该死的！你先去报警，我先去救人。小俊豪，现在放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放了？啊？你知道我为了躲避顾家的视线，我被我妈送到哪儿去了？我从爪哇爬回来的，我就没有想过呀，跟我妈那样弯弯绕绕的那一套，这样多直接。什么？你？没错，我和顾言之是高中同学，但顾言天和邱婉君发现了我的存在。实话告诉你吧，邱婉君就是我们弄疯的。邱婉君是谁？你说什么？有本事你再说一遍！说10000遍又怎么样？要不是你们从中作梗，我妈会见不得光吗？那是她咎由自取。奶奶，你没事吧？奶奶，邱婉君是谁？唉，说什么都晚了。原来啊，言之的母亲就是被江安给逼疯的。你说什么？站着，给我退后！你把刀放下。顾言之，你生命中最重要的2个女人都在我手里，你想先救谁？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你先把刀放下。如果今天他们2个你只能选一个呢？说啊，顾言之，你是想看着你所爱的女人一点一点慢慢放干血，还是想看着你所敬的女人一命呜呼呢？你自己选。蒋俊豪，你就是个废物！你除了会利用女人，你还会干什么？论商战，你一直被我男人碾压；论才识谋略，你从小学起就被我男人踩在脚下。你除了会用蛮力，你还会用什么？你就是个莽夫！哎，你闭嘴！你懂什么？金钱、权力对我来说不过是过眼云烟。我最喜欢看的就是人性的挣扎。顾言之，你想好了没？你选谁？有什么事冲我来！奶奶，永荣我可以给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你把他们放了。我要你那些东西没有意义，我只是想把你踩在脚下，仅此而已。顾言之，现在跪下，爬过来，捡起地上的匕首，废了自己的左手，我就放了他们其中一个。顾言之，你还记得奶奶小时候是怎么教你的吗？男儿膝下有黄金。对，跪天跪地跪血亲，你给我记住了。
我照做，希望你也言出必现。胭脂，现在可以放了我奶奶吧？放？我说过放人吗？你卑鄙！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正人君子了？顾言之，你可真是单纯的可怜啊！难怪安薇薇会拿救了你性命这件事要挟你4年，你真是可怜啊！你说什么？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啊？醒醒！他怎么了？他溺水了，你在这看着下，我叫救护车去啊！胭脂哥哥，你不就是想折磨我吗？只要你把他们放了，你想怎么折磨都不反抗。算了，说实话，你连救我3天都做不到，你不配被我折磨。我玩腻了，把这处理干净。胭脂小心！快点，大哥，我等不及了。别动，警察！别动，老实点。通知当地派出所，过来做逃犯。别闯了，你的呼吸已经出卖你了，狠心。李墨白，你不是？你第一次救我是为了潜伏进海天的贩毒窝点。你第2次救我是被人寻仇抛尸。重新介绍一下，我叫李墨白，是个当兵吃粮的。至于这次，我是为了抓一个跨国的诈骗头目才接触到顾言之。所以，你要不要忘了这个丈五杀，做我的女朋友？李墨白，谢谢你这次救了我，可是我很爱我的家人。好吧，那我就继续打光棍了，或者等你厌烦顾言之之后，我再出手。收队！奶奶，奶奶，你醒醒，你别吓我，奶奶，奶奶。谢谢，我是装晕的。奶奶，你吓死我了！你看看他们人那么多，还带着刀，你说我这个老太婆能怎么样啊？我只有装晕了。回头啊，你一定要让那个顾言之啊去报一个擒拿格斗的武术班。你看看，一点战斗力都没有，你说是吗？好，还有搏击、射击、防身术。对。哎，好。奶奶，欣欣，你们没事了？没事，是你的情敌啊救了我们。收拾一下回去啊，跟我一起去到补习班报道去。好，让你媳妇儿监督你。欣欣，你幸福就好。